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在日本本土早已停产，而在中国却还在售卖的产品。当然，这些在线上正在贩卖的护肤品呢，肯定是在保质期内的，因为即便本土停产，也可以为了中国的市场而持续生产。只是面对和本土完全不同生产线的产品，你会愿意买吗？原本我正在写下一个要拍的视频的脚本，聊一下我最近正在使用的护肤品，自然就会从卸妆的部分开始查资料，就是这支我最近用到第2瓶的 Excelura 的卸妆油。其实很多年前去日本旅行就能看到这个品牌摆在药妆店非常醒目的位置，所以在我的印象中它一直就是长这个样子，直到昨天查资料才发现原来它在日本本土15年的时候就已经停产。首先要强调一下，我没有觉得这个产品不好，甚至于觉得很不错，毕竟是系出名门百年制药厂佐藤制药出来的护肤品，在日本本土也非常有口碑。所以我刚才提到在药妆店你很容易发现它，无论是它的包装还是它的成分都非常的大气，即便是3000日币的化妆水呢，也是玻璃瓶的，非常有质感。那么我今天其实想说的是，我本人非常建议的点，就是当产品更新之后，而我却买到了旧版。只有一种情况下，就好比我之前介绍过的黛珂白檀，因为旧版本身过于耀眼，所以会造成很多人想要用旧版。网上也经常看到有博主抱怨好用的东西又停产了，而更新换代的产品却一点都不好用。但其实这个点在我身上就还好，所以我一直都是喜欢买新版的。当我在 Excelura 的官网上查这个系列的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它并不存在，而且卸妆油也从原来的150毫升变成了现在的120毫升。所以当时我就有点懵，突然想到日本的 Cosme 的网站，它是可以查到这个产品有没有停产，以及它的更新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售的。网上很清晰的查到这款产品发售于2011年，而且它现在的状态呢已经是生産終了，就是停产了。虽然没有显示是什么时候停产，但是从更新品的发售日期就能够看得出来，15年11月，也就是说我手上的这瓶卸妆油在日本本土在15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全面停产了。同样的，我手上拿的这瓶化妆水在日本呢也早已更新，新版本呢是17年，意味着这2款产品呢均早已停产且年代久远。但是最令我吃惊的不仅如此，而是在某宝的天猫旗舰店上竟然还在原价贩卖旧版。之所以买这2件产品呢，完全是因为品牌在禁销期清货，所以我是原价1/5的价格收入的。即便如此，水的禁销期呢也是到明年1月，而卸妆油呢是到今年10月。本来作为消耗品买过来感受一下大厂的先进抗衰老技术，薅这个羊毛也无可厚非。只是昨天查资料才发现，原来已经停产这么久，心中着实有些不爽。不过我并不是一个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发出来的目的呢，更多的是为了跟我一样比较在意产品更新版本问题的人。那么以后在看到白菜的时候呢，不要那么着急下单，可以做一下调查，这样可以避免买到你失望的东西。比如比正价便宜非常多的美白精华，但是禁效期就剩下几个月，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它到底还有没有活性物可以发挥效果，而不是特别着急去下单。另外，关于产品版本不同步的情况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并非传说中的那些理由，更多的是因为成分更新审批在我国需要漫长的时间。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对方没有把重心放在我国，因为资生堂的两地同步率是非常高的。简单来说一下这2款产品，即便你买到也无需在意，因为以上完全是我个人的在意点，并不影响产品的好用度。这款卸妆油呢没有香料，所以它的这个本身原料的油味是比较重的，但是乳化很好，成分表呢也非常华丽，各种植物的萃取，选用的油脂呢也是米糠油、橄榄油、雪松树皮油等等。我们熟知的保养成分水解胶原、角鲨烷也都有添加，并且是无矿油、无酒精的。而这瓶化妆水中采用非常多的保湿植物萃取，因为本身这个系列就是主打深度保湿来提升皮肤的这个透明感的，肤感做得非常好。虽然我购买的是这种清爽型，但是润感跟渗透力却毫不逊色。其实我当时好不容易下单，除了价格与口碑之外呢，就是看中它这个旧版的颜值。本更新之后呢，采用的是树脂的包装，相比原来的玻璃瓶，它的质感肯定是会下降的。
值得一提的是，更新之后呢，其实有很多成分呢是雷同的，但是配比会不太一样。比如说，在旧版的成分表排在非常靠后的视黄醇棕榈酸酯，而在日本更新之后呢，它的这个成分已经挪到了中前方的位置，所以更新还是有它的意义在的。另外，也不要问我1/5价格到底是在哪家买的，因为那家店已经售罄了。至于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就分享这个白菜，那是因为盲目的去分享就会有今天遇到的这个问题。每个人在意的点都是不同的，而我呢就是很在意更新之后买到旧版。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吧。感谢你的收看。